2025年7月1日，美国东部时间6月30日下午2点08分，美国外交部发言人布鲁斯主持例行记者会。布鲁斯，星期一快乐，我一会儿解释。感谢你们的到来。今天是星期一，由于总统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始一些签字仪式，所以我今天会讲的比较简短。我们不想发生冲突，所以请原谅我，但我还是有几个消息要宣布，然后我们就开始吧。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继续践行本届政府的和平愿景，即通过实力、坚定的外交和原则性领导来实现和平。6月27日，卢比奥国务卿、副国务卿艾利森·胡克和高级顾问马萨德·布洛斯主持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共和国之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协议的部长级签署仪式。该协议标志着大湖地区的历史性里程碑，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战争。美国将与非洲联盟、卡塔尔和多哥协调，继续支持全面实施这项全面和平协议，为共同繁荣铺平道路。明天，卢比奥国务卿将欢迎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部长级官员来到华盛顿，重申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此次部长级会议将巩固我们捍卫主权、加强地区海上安全、构建韧性供应链的共同决心。正如各位今天可能所知，特朗普总统将发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解除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这再次表明他坚信叙利亚人民应该享有安全与繁荣的未来。这项政策体现了总统的坚定信念，即美国的领导力能够开辟通往地区稳定的新道路。最后，美国国务院中东特别工作组于6月27日星期五结束了其工作。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使领馆均保持开放，并提供常规和紧急领事服务。美国国务院还继续与受冲突影响的美国公民分享信息和最新进展。截至今天，自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发出近100条安全警报。此外，共有16架航班从以色列起飞，搭载了650多名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及其随行直系亲属。我们感谢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希腊、意大利和塞浦路斯，感谢他们欢迎美国公民乘坐这些协助离境的航班，也感谢我们在卡塔尔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今天能够向你们表达这样的感谢，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欢迎你们提问。我们开始吧。问，有几个问题，其实一个是关于以色列的。我本来想问叙利亚的问题，但稍后再谈。国土报上周报道称，以色列军法署署长已下令对可能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原因是以色列军队被指控故意向加沙援助分发点附近的巴勒斯坦平民开火。正如你所知，这些都是 GHF 正在做的事情。今天，以色列军方承认巴勒斯坦平民在这些援助分配中心受到了伤害。因此，我想知道，鉴于这些评估，政府是否会重新考虑将这笔资金分配给 GHF？ 布鲁斯，我认为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已经宣布，他们当然正在调查某些事件。现在是时候提醒大家，哈马斯对加沙目前的局势负有责任。他们当然是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始作俑者。他们仍然拒绝放下武器，拒绝释放剩余的人质，包括2名美国人的遗体，并使用暴力阻挠向急需食物和援助的加沙人民运送援助物资。所以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战区。GHF 有4个工作点，我们预计分发的餐食数量约为5100万份。这当然不容易，有些人在努力，而有些人却不希望这项工作取得成功。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让加沙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而这却是开启美好未来之门的钥匙。这就是总统所要求的。对加沙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应对方式。可以理解的是，对援助的需求很大， GHF 正在这样做。我们当然也谴责人员伤亡和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但这正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停火。问，我快速跟进一下。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但政府对此有任何担忧吗？我的意思是，以色列当局承认巴勒斯坦人受到了伤害，或许政府正在考虑与 GHF 进行谈判，以降低风险。布鲁斯，是的，我不会谈论对话的细节。显然，你知道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
我们仍在努力。总统前几天指出，停火是有可能的，我们对此充满期待。显然，自美国强权和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永远改变了中东以来，可能已经过去了1年多，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承认以色列正在对某些指控进行适当的调查，我们当然会像其他人一样关注此事。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由于这个工业综合体的特性，导致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当地有些人想要破坏和扰乱这项工作的成功，因此我们正在努力获得援助，同时仍在努力实现停火，仍然希望为加沙带来改变。当然，我认为我们的行动以及与伊朗的问题表明了我们致力于改变中东，使人们能够和平生活的决心。问：非常感谢。一个相关的后续问题，我承认，显然是哈马斯在10月7日挑起了这场冲突，并且从那时起就破坏了停火，至今仍在扣押人质。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目睹了10月7日的视频，还目睹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视频。鉴于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总统对停火的渴望如何？以色列今天对加沙城的袭击如何影响了这一愿望？他对此有何看法？他是否对此感到担忧？是否与以色列政府就进行过对话？布鲁斯，我想提醒大家，对于来自该地区的报道，我们实际上尊重正在进行的调查，并等待我认为非常有用的真相。此外，您知道总统与内塔尼亚胡关系良好，我们实际上已经承诺，他从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就承诺过要改变这种环境，而且这一承诺至今仍在。我们当然知道已经通过加沙向该地区分发了5100万份餐食，我们也知道总统呼吁提出新想法，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地区合作伙伴也正在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当然我不会讨论或假设总统的谈话内容，这是他的特权。问：我可以澄清一下吗？我可能表述不准确，我指的不是针对援助物资和食品运送的袭击，我指的是据报道在加沙城北部发生的造成数人伤亡的单独袭击。布鲁斯，再说一遍，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个战区。哈马斯至今仍未放下武器，我们曾达成停火协议，但他们违反了，并拒绝再次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如此，我们仍在继续争取再次停火，但停火协议被哈马斯破坏了，这是一场战争。如果要具体谈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我建议您联系以色列政府。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的作用是尽力帮助减轻民众的苦难，其中当然包括希望实现停火。总统对此持乐观态度，我们也会如此。问：是的，我想问一下叙利亚问题，但首先我想非常简短的，我的问题会非常简短。你如何判断何时可以谈论撤销某人的签证？因为多年来，实际上几十年来，在报道这栋大楼时，我们的口号一直是签证记录必须保密。然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位英国艺人的签证被副国务卿公开撤销，这条推文被卢比奥国务卿转发，并得到其他官员的证实。那么，这条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除非你愿意，除非你不想谈论，否则它真的不适用吗？布鲁斯，我无法谈论何时讨论此类事情的决定。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个人之间有着非常公开的互动。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国家安全以及我们如何处理签证程序。我们有一套非常公开的政策、程序和流程。当然，在这个具体案例中，你指的是我们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的推文。该推文称，鉴于鲍勃·维兰乐队成员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发表的仇恨言论，包括带领人群高呼死亡颂歌，美国国务院已吊销了他们的美国签证。美化暴力和仇恨的外国人不受欢迎。现在，我们已经声明，在我们如何审查人员方面，无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帮助，为了做好事，为了成为优秀的游客，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决定谁能来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一直公开宣扬这一标准。而这起非常公开的事件，正如你从副国务卿的推文中看到的，违反了我们允许谁入境的基本标准。这是我们的权利。这很重要。美国人民支持我们关注来这里的人的权益。我认为他的推文、国务卿的措辞以及他对这项政策的态度不言而喻。问：好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这是公开的事情，那么你同意？布鲁斯：我没这么说。
我说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项政策对个人来说当然很明确，但考虑到这项政策本身的性质，考虑到它已经被公开讨论过，这次他们选择这样做。问，然后简单谈谈叙利亚问题。正如你提到的，总统将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布鲁斯，正确。问，您能否介绍一下国务院各部门将做什么？我知道财政部和商务部都参与其中。那么，这项行政命令签署后，国务院会发生什么情况？布鲁斯，是制裁。这类事务当然属于财政部。很多人不知道，财政部才是管理制裁的人，负责执行制裁，掌控制裁的进程。我重复一下我的同事卡罗琳刚才关于此事的发言，总统将签署行政命令，终止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计划。此举旨在促进和支持叙利亚走向稳定与和平。该命令将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但维持对前总统阿萨德及其同伙、侵犯人权者、贩毒分子与化学武器活动有关联的人员、ISIS 成员及其附属组织以及伊朗代理人的制裁。再说一次，这是总统承诺过的行动，并在沙特阿拉伯震惊了世界，因为当他第一次宣布这一计划时，他致力于支持一个稳定、团结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叙利亚。因此，在这个特定的申请中，当然是与财政部、白宫有关，当然还有我们的特使巴拉克大使以及他现在的申请和工作，让这个国家重新站起来。问，谢谢。我可以再说一下音乐吗？关于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在决定撤销签证之前，本届政府成员，尤其是副总统，一直非常支持言论自由，称即使内容充满仇恨，尤其是副总统这些是不恰当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批评了英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为这些行为辩护，禁止仇恨内容和侮辱鲍勃维兰乐队。但是为什么这次演讲是不合适的？而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当涉及到侮辱时，却没有禁止言论自由。布鲁斯，对，我想这和音乐会的性质无关，但实际上关乎我们允许哪些人入境的标准。我们不会规定人们可以唱什么歌，可以说什么，这才是关键。但这根本不关乎。他们显然觉得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呼喊，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所以这实际上关乎国家安全问题，关乎暴力问题，当然还有反犹太主义的抬头，以及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这种动态，美国的犯罪开放边境后发生的事情，这里的跨国帮派，这种肆意妄为的动态毁掉了美国人的生活，造成了不宜居住的城市。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有领导力，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这就是他们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原因。很简单，基本的法律和秩序，尊重你的邻居。如果你来到这个国家，尊重这里的人民。所以我认为，当我们思考我们是谁，为什么要有签证制度时，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部分是为了审查、阻止和提问。问，我可以问你吗？匈牙利又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然是总统的亲密盟友，却试图禁止本周末的骄傲游行，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游行。美国对此有何看法？你认为禁止 LGBTQ 骄傲游行合理吗？布鲁斯，当副总统或我们任何人谈论政策的性质，或者我认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时，那是我们的计划，也是我们认为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至于各国做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众所周知，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事件，而美国对此不予置评，我们对此也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但同样，我认为这关乎其他国家的做法，他们为国家做出的选择，以及公民的行为和他们对此的反应。问，恕我直言，美国确实批评了英国禁止反堕胎抗议者，但对此只字未提，这是否矛盾？布鲁斯，我再说一遍，我不会针对个别情况、事例或评论发表评论。再说一遍，世界各地随时都有可能值得评论的事件，但我们不会对所有事件都发表评论。我认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问，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本月初，尼日利亚伊斯兰武装分子对基督教村庄发动了一系列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约6000人流离失所。尼日利亚政府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布鲁斯，我现在不能透露目前正在讨论的内容，或者任何外交对话或计划等等。
但我将在周三再次进行简报。今天是特殊的一周，因为我们明天要与国务卿一起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我会参与其中，所以我将在周三进行简报。让我们回顾一下，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以及我们的计划。我会把这些告诉你。问，谢谢塔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谈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总统周五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普京再次尊重我们的国家。然而，几个小时后，普京又对乌克兰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您认为俄罗斯尊重特朗普总统吗？你认为俄罗斯尊重特朗普总统吗？特朗普总统说，他们尊重我。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看到他们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空袭。布鲁斯，我再说一遍，我不，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当然不愿描述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此刻正在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说过的其他话。最近一次25日他说，我认为他普京是一个被误导的人。实际上我非常惊讶，我以为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说，他前几天打电话，他说，我能帮你处理伊朗问题吗？我说不，你可以帮我处理俄罗斯问题，你帮我和俄罗斯达成和解。我认为我们也能做到。此外，关于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野心，他说，我知道一件事，他想和解，他想摆脱这件事，这对他来说是个麻烦。因此，总统在谈判和处理我们经历过的一些最严重的冲突以及正在发生的屠杀时，总统是唯一能够让所有人坐到谈判桌前，愿意与所有人对话的人。他背后有美国的力量和美国人民的支持。我认为他理解这些，而且他在过去几天里再次重申了他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沮丧和不接受。他必须停止这种袭击，有太多人丧生。这仍然是他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他政府一直在做的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那就是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停止这场屠杀的必要性。问，塔米，我们中的一些人上周报道了总统的访问，你在讲台上谈到了他的标志性成就，即北约成员国国防支出占 GDP 的 5%。拉夫罗夫今天称其为灾难性的，并表示国防支出决定可能导致北约的崩溃。你对此有何解读？布鲁斯，是的，我不想谈论这个，但我们知道的是，俄罗斯显然感到困扰的是，北约将强势回归其威慑力量的本源，而这正是北约的职责所在。北约在防务承诺方面的提升令人瞩目。不仅如此，我们当然全力支持北约，他们的角色对于欧洲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而这正是其核心所在，发挥威慑作用。这种国防开支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如果没有特朗普总统的鼓励和要求，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对此感到兴奋。问，是的，非常感谢。我有2个简短的问题。一些地区消息人士称，本周或下周，美国驻叙利亚代表将在埃尔比勒会见马兹鲁姆科巴尼和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您能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吗？布鲁斯，不，我无法谈论任何正在进行的会议或可能即将举行的会议。问，第2个问题是关于伊朗的。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目前的条件不利于与美国谈判。您对此有何回应？您想向伊朗人民传达什么信息？布鲁斯，当然，对伊朗人民来说，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每个国家都掌握在自己人民手中。至于伊朗领导层对剩余问题的看法，总统的言论和立场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的指引。他非常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希望伊朗与其他国家恢复正常秩序，但他也意识到，正如他所说，他愿意继续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现在到了不寻常的时刻，由于总统的日程安排，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30分了，我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但周三我会再见。2025年7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北京青年报记者，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5周年之际，个别西方政客、反华组织污蔑抹黑香港人权自由。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在全球市场波动中稳步前行并绽放异彩。曾对香港未来持有疑虑的一些外国学者也重新看好香港发展。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5年来，香港法律体系更加完善，
社会更加安定团结，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个别西方政客、反华组织罔顾客观事实，恶意抹黑一国两制，诋毁香港法治，充分暴露了唯恐香港不乱的险恶用心。在高水平安全护航之下，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里，我愿分享几组数据。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连续9个季度保持增长，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世界前3，世界竞争力排名重回全球3甲，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金额位列全球第3，今年以来新股集资额排名世界第1，航空货运量连续保持全球第1，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全球第4，人才竞争力排名全球前10，加大对香港投资成为多家外国商会的优先选择。这些都充分证明香港经济具有强劲韧性与活力，香港的国际吸引力只增不减。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们相信有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法新社记者，泰国宪法法院今天决定暂停佩通坦行使总理职权，启动调查他在泰检外交争端中的行为。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这是泰国内政，我不做评论。作为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泰国保持稳定和发展。法新社记者，美国司法部昨天称，取缔了一个据称帮助朝鲜通过远程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为其武器计划筹集资金的网络。6名中国大陆公民和2名台湾居民因涉案被起诉。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毛宁，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彭博社记者，外交部能否详细说明菲律宾前参议员托伦蒂诺因什么不当言行被中方制裁？能否提供更多细节和理由？毛宁，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有关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损害中国利益必然要付出代价。